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官方讲要爆料新统帅的消息，我还以为是什么年度统帅的消息，结果是这个采集统帅的消息，有点尴尬。我们在上一个影片已经讲了这位统帅，所以今天这个影片讲这个统帅的技能而已呢，感觉有点单调，所以我就顺便透露一下其他的东西吧，对于新统帅的猜测，还有年度统帅之类的。但是你们可以注意看到，这位新的采集统帅哈利德，他的天赋是做了一些改动。在之前的影片中，我跟大家讲过，他的天赋是综合、采集还有防御，但是现在变成了机动。官方应该是觉得说我们机动性的统帅太少了，所以再增加多一个给我们，还是怎样吧，不知道。然后这边技能呢，我会快速的带过啦。首先就是单体需要的怒气1000点，是圆形范围内最多5只有方或己方部队包括在内。再接下来3秒内生命值提升15%，使目标部队在接下来5秒内防御力降低20%，就有一个 buff 跟 debuff 的效果。金币采集速度提升35%，木材、石料、食物采集速度提升20%，也就是说，其实它全部都有提升，只是金币采集的速度会稍微快一点。负债提升50%，这对于新手玩家来讲还蛮不错的，因为早期部队没有这么多嘛，所以可以用少一点部队去拿多一点资源。工程车单位星级速度提升15%，在资源点采集时，工程车防御力提升50%，离开采集点后10秒内，星级速度提升15%。它这个技能还蛮不错的，如果是用于去扫天的话，就离开采集点之后会提升速度。但是它这边针对的兵种是工程车，如果是这样子算下来的话，其实还是一些骑兵的机动性统帅会比较强一点。因为你们可以看到贝利他只是脱离战斗10秒内就已经提升50%了，不管怎样，那个速度都是比起这个新的采集统帅还要来得更快，所以我觉得大家也没有必要为了去扫天而去觉醒。最后一个技能，在完成一个采集点的采集之后，能够额外获得资源道具，就有点类似像埃及艳后这样子。对于它的技能特效，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特效，感觉那个好像是它的拐杖还是什么，向地面插过去，然后地面上就会出现一个圆形的范围，但是它这个是 buff 跟 debuff 而已，并不是圆形范围 AOE， 所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它在官方公告那边都已经讲了，全新传说采集统帅。所以各位，你们要做什么东西呢？就是如果你们在游戏之中有那个箱子或者是金钥匙的话，可以暂时保留着。这位统帅推出之后，应该会进入黄金宝箱里面啦，所以你们可以用金钥匙去开启。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统帅雕像箱，之后应该也会更新新的采集统帅在里面。因为像之前的那个批评山士跟卡西米日雕像全部都在里面了。所以你问我这个统帅值不值得觉醒呢？其实严格来讲，没有的讲值不值得觉醒的。因为你反正都是要采集用到的嘛，所以一定是要觉醒的。但是如果你是新玩家，没有这么多这些统帅雕像箱或者是黄金钥匙的话，你可以慢慢把它觉醒啊，优先觉醒绿色、蓝色、紫色的采集统帅，金色的之后再考虑，不用紧。那其实在我发布了上一个影片之后，其实我看到比较多的评论区有一些玩家问到，他都推出了新的征服赛季剧本，有没有可能年度统帅也会跟着一起推出呢？那其实我还不确定这个新的剧本要等到什么时候才会正式上线，有很大可能是在8月啦，因为它7月更新嘛，然后8月推出算是比较合理的。如果是8月推出的话，照理来说它应该会在这几个星期之内公布新的年度剧本统帅的一些消息。但是以往的经验来看呢，通常他们推出一个新的剧本之前呢，都是会有一些爆料啊，有一些宣传的影片啊，或者是一些统帅消息之类的。就比方说之前推出特洛伊战歌剧本的时候，就已经有发布了这个新统帅2个对打的一些画面之类的一些 KVK 的消息透露，才出公告详细的说明这个剧本到底是怎么玩的。在更早之前则是不列颠之王他们做的一些宣传影片，也是可以看到一些新统帅的消息，然而这一次是完全没有的。所以我在怀疑说，有没有可能这个全新的征服赛季剧本呢并不是年度剧本
因为我感觉不出这个新的剧本有什么特别的特色。你们可以注意看到他这边所说的一些新的更新啊，像一些驻地可以选3个技能，其中一个技能，还有就是那个黑暗祭坛有2个小的温泉之类的，这些其实原本在游戏之中就已经有出现到的东西，它只是做了一些更改而已，而不是像以往的不列颠之王的剧本，它多了不同的地图。特洛伊战歌的地图设计其实也是有一点不一样的，虽然他们这2个剧本都是4个阵营啦，但是你们可以注意看到不列颠之王呢，它就多了那个兵法卡的东西，荣誉决斗，特洛伊战歌就多了神明祝福，还有木马的设计。所以我觉得这个新的剧本呢，他们只是拿之前英雄战歌的地图做一些改动而已，还不至于说是年度剧本。我觉得年度剧本推出时间应该会是在9月才对，而且你们记得官方之前有讲过，这个一个大温泉2个小温泉的更新呢，其实是在很早之前就已经说了这件事情，我们要回到3月15日的时候，所以这个不在年度剧本里面的一些想法，而是我觉得说他们原本就想要这样子设计的，是拖时间拖到现在才来公布而已。所以相信今年应该还会有一个年度剧本会在9月或者是8月之间去公布啦。那既然这一次都公布新统帅的一些技能了，虽然是采集统帅啦，但是大家也会好奇说新的统帅究竟什么时候推出。各位可以直接看这里的时间，我也不卖关子了。如果是国际服的话，将会在9月7日之间公布新的统帅，这个是直接发布啦。如果是说官方透露消息的话，大概率应该也是在8月左右，所以现在7月公布呢是比较不合理的，会比较偏早一点，除非他们要提早推出这位统帅。如果是国服的话会比较早一点，会在8月24日，所以如果是根据国服他们会提早推出的时间来计算的话，他们应该会在8月24日的前2个星期公布统帅的消息，他的一些技能爆料。所以我个人推测，如果你们想要知道新统帅的一些消息呢，可能要等到8月第1个星期或者是第2个星期的时候才可以看到。那当然有玩家会认为说，我这个时间表可能不准确还是怎样啊，因为你们可以看到之前推出新工兵统帅的时候时间是距离很远的，98天，你们可以注意看到这几年下来都没有一个距离98天了，这个工兵是比较特别的。但是你们可以看到98天之后推出的新领袖统帅只是相差42天，如果你把98天变成70天，把42天再加上98天减出来的数字其实就是70天，也就是说官方其实还是维持在70天推出一个新的统帅，只是工兵暂时有点延迟而已。所以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官方将会根据原本的时间，也就是70天推出新一轮的统帅。所以有极大可能就是年度统帅会跟这个新的骑兵统帅同时间推出，当然也不排除说年度统帅不是只有一个兵种而已，像去年就有推出赫克托尔跟阿卡留斯骑兵，还有包括领袖统帅嘛，所以有很大可能今年也是会推出2个兵种也说不定呢，有可能是工兵加步兵也说不定呢。你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时间推出了吧，所以照理来讲今年年尾差不多是12月的时候还会有一个步兵统帅推出，所以各位可以安排一下你们的镜头到底要怎么去画了。那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在看了今天的影片之后有什么感想呢？严格来讲今天的影片也没有什么内容可以看了，主要是给大家整理一下时间还有我个人推测而已当然如果有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各位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